100年前，林玄慈进入了一个名为天渊的禁区，魂灯熄灭，世人皆认为他死了。今日他活着走出禁区，却修为尽废，灵根断裂。此前天渊深处，身着红裙的姑娘要他选择：一，与我结为道侣；二，红裙姑娘眸若星辰，声音轻柔，我选择二。没等红裙姑娘说完话，林玄慈毅然决然地做出了选择。一处名为天渊的禁区深处，一个身着红裙的姑娘冷声说道：长裙拖曳，裙尾点缀着几朵妖艳的花朵。她赤着双足，露出了脚踝，雪白如玉，毫无瑕疵。深色面纱遮住了她的容颜，唯有一双似是星辰般的眼眸露在外面，柳眉似春水，长发如瀑布，一颦一笑尽显妩媚。我选择二。没等红裙姑娘说出后面的话，一个身着青衫的青年果断做出了选择。漂亮女人都是毒药，尤其是不知活了多少年的女人。林玄慈被红裙姑娘折磨了100年，深知她有多么恐怖，不会被其容颜所蛊惑。除了这个原因以外，林玄慈曾与某个姑娘口头约定结为道侣，不可食言。你小子别后悔。红裙姑娘瞪了一眼林玄慈，冷哼道：绝不后悔。林玄慈意志坚定，那就与我达成9个约定，事后便放你自由，斩断与你的因果。红裙姑娘取出了一个玉镯，将其隔空递到了林玄慈的手里。林玄慈拿了玉镯，踏上了回家的道路。他被困在天渊上百年，终于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了，内心甚是激动。北荒伏流星域玄清道宗师傅，小师叔的魂灯亮了。今日在命魂殿执勤的核心弟子发现了一件事情，火急火燎地跑到了长老院，胡说八道，你小师叔都死100多年了。屋内一个老者正在泡茶，大声呵斥道：真的？不信您去看，这可是大事。核心弟子多次确认以后才敢过来禀报。听到此话，老者被喝到嘴里的茶水呛了一下，瞪着双眼，当真？到了命魂殿，角落处的一盏魂灯亮起了微弱的光芒，果真如此。老者的身体微微一颤，激动不已，且有一丝忐忑，害怕这个可能性破灭，再一次承受绝望的痛苦。魂灯重燃，小师弟真的还活着吗？师父怎么办？核心弟子请示道。茶。老者的眼中闪烁着一丝希望之光，双手紧握，神情严肃。他叫董问君，乃是玄清道宗的护宗长老，地位极高，身份显赫。距离玄清道宗10余万里的地方，有一处古老的禁区，名为天渊。100年前，天渊禁区显化异象，有人声称看到了一件天地至宝掉落到了禁区内，于是北荒的诸多宗门踏进了天渊。玄清道宗派遣了10余位实力强大的长老前去，以及数十位核心弟子，其中有一名新晋的内门长老，叫做林玄慈，年龄不大，辈分极高。进入了天渊禁区，许多宗门的高手一去不复还，就此陨落。玄清宗比起其他宗门更惨，全军覆没。时隔100年，林玄慈的魂灯亮了，让玄清宗的所有人沸腾了，总算是走出来了。天渊禁区的外界，林玄慈站在湖边，长呼一口气，他的衣服带着一些泥尘，身上没有半点灵气波动。他是玄清宗的太上老祖作化之前收下的关门弟子，玄清宗的一群老头都得称呼其为师弟，下面的弟子更是要叫声师叔，甚至是师叔祖，这辈子都不想再进去了。林玄慈回头看了一眼漆黑的丛林，里面有一口古老的深渊，别有洞天。当林玄慈刚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一道空灵的女性声音传到了耳边：小子，莫要忘了我们之间的约定。闻言，林玄慈打了一个冷战，赶紧闭嘴。天渊内的100年经历让林玄慈不堪回首，让林玄慈至今感到疑惑的是，自己为何能够死里逃生？难道是因为自己长得英俊吗？这个可能性虽然小，但也不是不行。红裙姑娘暗中告知，玄清宗肯定很快就会发现自己的踪迹，从而派人来寻，找个阴凉之地休息会。因而林玄慈懒得走路，躺在了一棵大树下，美滋滋的睡着了。不得不说，在这荒郊野外的地方，林玄慈没了修为，还敢这么行事。由此可看，林玄慈的修为虽废，但肯定还隐藏着不为人知的底牌，不然哪敢这么嚣张。1个时辰以后，董问君带着一批人来到了此地。当董问君看着躺在树荫下的林玄慈，激动的全身打颤，嘴唇颤抖，很想大喊一声，可是董问君害怕这是自己的错觉，愣在了原地，眼中荡漾起了涟漪。小师叔，您醒醒！一些弟子赶紧上前出声唤道。林玄慈慢慢睁开了双眼，看到了众人。下一刻，林玄慈与头发花白的董问君对视着，面露喜色，轻唤一声：董师兄。听着熟悉的声音，董问君仿佛回到了现实，闪身来到了林玄慈的面前，小心翼翼地伸出了双手，一把抓住了林玄慈的双臂。师弟，真的是你吗？是我。林玄慈笑了一声，师兄你轻点。哼。随即董问君松开了双手，打量了几眼。小师弟，你的修为。董问君刚才没注意这一点，
现在细细打探了一下，竟然发现林玄慈的体内没有丝毫灵气波动，且无半点修为，没了。不过问题不大，林玄慈的情绪没太大的波动，嘴角一直挂着笑容。正常来说，修行者若成了废人，应该比死了还难受。然而林玄慈却一脸无所谓，好像不是什么大事。上百年的禁区生活，并非全无收获。董问君甚是惊讶，并且还有一丝心疼。不说这些了，咱们先回去吧。林玄慈摆了摆手，打断了此次谈话。董问君重重点头，这里确实不是聊天的地方。于是董问君取出了一件道宝，护住了林玄慈的肉体，朝着玄清宗而去。玄清宗能顺利找到林玄慈，是凭借着魂灯的指引。很快，林玄慈终于回到了玄清宗。群山林立，云雾缭绕，望着这片美景，林玄慈的脸上露出了浓浓的喜色。终于回家了。林玄慈从小就在玄清宗长大的，可惜他刚刚被太上长老收为徒弟，师傅便因寿命已至而作画，因而林玄慈在一众师兄师姐的教导下修行，与他们的感情极好。议事殿坐满了人，皆是玄清宗的长老。此次会议十分重要，核心弟子都没资格参加。林玄慈被带到了议事殿，看着一个个熟悉的面孔，拱手行礼，拜见诸位师兄师姐。玄清宗的宗主名为林长生，是林玄慈的大师兄。小师弟，你是怎么活下来的？林长生坐在主位，已经知道了大致的情况。这事说来话长，不好讲。林玄慈站在殿内中央的位置，被数十双眼睛盯着，很不自在。咱们有的是时间，慢慢讲吧。林长生表情严肃。见此，林玄慈只好缓缓说道：那一日，我们进入了天渊。接下来，林玄慈将早就准备好的说辞道出，总结起来。一行人进入了天渊，碰到了各种禁制和未知的凶险，死的只剩下林玄慈一人。因为林玄慈施展了秘术，所以才能假死脱身，耗费100年时间走了出来。虽死里逃生，但由于秘术反噬，一身修为尽毁，灵根也断了。众人听着，陷入了深思。他们不清楚天渊内的情况，自然也分辨不出林玄慈所说的话是不是真。只剩你一人了。林长生叹息道。原本众人还抱着一丝幻想，其他人是否与林玄慈一样假死而逃？天渊不可入。林玄慈回想着同门惨死的画面，面容悲痛。禁区内的法则极为恐怖，触之必死。林玄慈能躲过一劫，也许是运气，也许是命数。小师弟，为了安全起见，我等不得不查一查你的身体状况。林长生严肃而道。明白，查吧。玄清宗这是担心林玄慈被人夺舍了，要是不谨慎处理的话，可能会对宗门不利。一般情况下，夺舍只能占据肉身，没法占有记忆。当然了，也有极少数夺舍者拥有前身记忆的可能性。经过各种玄术的探查，林玄慈的身体没有任何异样。难道是我等多虑了？众人还是很难相信，死了100年的小师弟突然又活了过来，真不是被某位大能夺舍了吗？看着众人还有些不确信的样子，林玄慈看向了坐在左侧守卫的副宗长老董问君，忍不住的说道：董师兄，我记得150年前，你带着我偷了何师姐精心培育多年的百灵果。闻声，董师兄瞬间脸红，目光躲闪。接着，林玄慈顺着座位移动着目光，并且说着：许师兄，你当初背着嫂子藏着的上万块灵石，现在输光了吗？许师兄眉头一抖，双眼瞪起，神色慌张，生怕被谁听到了似的。王师兄，上次你和我说东夷宫的仙子们甚是美丽，比起嫂子好看无数倍，这事嫂子知道吗？此话一出，王师兄的耳朵被坐在一旁的嫂子拧得通红，疼得龇牙咧嘴。西门师兄，你欠了我3700块上品灵石，该还了吧？林师兄，你放在家里的宝盒打开没？里面有啥好东西？当林玄慈还想继续说的时候，师兄们赶紧上前捂住了林玄慈的嘴巴，一个劲的使着眼色。小师弟，别说了，我可以确定这就是小师弟，没错了，是，千真万确，肯定是师弟无疑。众人纷纷表示力挺林玄慈没被夺舍。臭小子，咱们不是说好要保守秘密到永远的吗？你这是闹哪样？众师兄偷摸摸的传音给林玄慈，吵得林玄慈耳朵嗡嗡作响。信了，这下全都信了，没人质疑。唯有极为可怕的大能进行夺舍，才有能力侵占前者的记忆。但是，即使记忆可以占取，性格和脾气却没法复制。林玄慈的腹黑性格，嘴角那一抹若有若无的笑意，让众人生不出半点怀疑，肯定就是小师弟硬是要我说出这些秘密，才能证明我是自己人吧？这可怪不得我。林玄慈表示无奈，为了自证清白，只好牺牲师兄们。小师弟继续说，怎么不说了？右侧师姐们脸色阴沉，眼神锋利。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，众长老暂时没了对林玄慈归来的喜悦。那个啥，我有点累了，先回去休息了。林玄慈咳嗽了几声，一溜烟的跑。随后，大殿内响起了一阵吵闹声，甚至直接动武了。
没了修为。林玄慈让执勤的弟子帮了个忙，将自己送到了空闲百年的洞里。林玄慈吃了点东西，躺在床上思考。忽然，一道声音传来：“你小子刚回来，就闹出这么大的动静，真是让人头疼。”大师兄，林玄慈赶紧起身，看到了已经走到屋内的林长生。林长生身穿紫色道袍，双鬓泛白，仙风道骨，大殿内吵得耳朵疼。林长生懒得理会各自的家事，找个理由便离开了，径直来到了这里。你的灵根断了，师兄帮不到你。确认了林玄慈没被夺舍，林长生收起了刚才在殿内的严厉神态，一脸忧愁。没事，当个凡人也挺好的。林玄慈咧嘴一笑，表示自己并不在意。当年师兄应该强行阻止你的，也就不会酿成这般祸事了。哎，100年前，林长生觉得天渊禁区十分凶险，多次劝诫林玄慈不可进入，可是林玄慈意志坚定，表明自己必须要去。没办法，林长生只好点头答应。直到现在，林长生也弄不清楚这一点。林玄慈为何执意要前往天渊？明明以林玄慈的天赋，哪怕没有得到今天的造化，也可平步青云，甚至问鼎巅峰。这又不是大师兄的错，您就别自责了。林玄慈给林长生倒了一杯茶，微微一笑。当年林玄慈好像被某种力量牵引住，控制不住的想要进入天渊。对于这种情况，林玄慈自身都弄不明白，往后的日子你打算怎么过？林长生没有闲心思喝茶，脑子里一直都是林玄慈的事情，我自有安排了，大师兄莫要操心。对于未来的生活，林玄慈早已有了规划。修为被废，灵根断裂，在外人看来是一场灾难，可对林玄慈而言算不得什么。林长生知晓林玄慈的性格，认定的事情谁也改变不了，师兄会想尽办法为你重塑根基的。林玄慈抿嘴一笑，不做回答。有一件事情不知该怎么开口，此次除了过来看看林玄慈，还有就是因为此事，师兄直言便是。林玄慈与林长生坐在院子里面，清风宜人。东夷宫与天域宗准备联姻，林长生沉吟了片刻，缓缓说道：“联姻对象是柳书瑶。”闻言，林玄慈的眼皮微微一颤。东夷宫的柳书瑶曾与林玄慈有过婚约，那时候的林玄慈乃是北荒有名的天之骄子，无数女子对其倾心。以前在外历练的时候，林玄慈与柳书瑶相识，互生情愫，因而双方宗门得知了此事以后，立下了婚约。待到以后寻到一个合适的时机便成婚，谁知后面发生了天渊禁区之事，世人皆以为林玄慈死了，婚约也就无人提起。今朝林玄慈归来，事情可就不简单了。这是两方宗门的决定，还是书瑶自己的意愿？林玄慈的表情变得凝重了几分。据说天域宗的少宗主赠给了柳书瑶一枚灵丹，助其修为突破，以至金丹境。依我之见，柳书瑶既然接受了对方的好意，肯定没有拒绝的意思。林长生将自己所知的消息说出。修行之道划分为后天境、先天境、黄灵境、玄灵境、地灵境、天灵境，此为肉身6境，是修道之路的根基。再往上则是金丹境、元婴境、化神境、合体境、渡劫境、大成境。100年前的林玄慈乃是元婴境界的修士，被誉为北荒年轻一辈的翘楚。师弟，既然你还活着，那么你与柳书瑶的婚约自然不算了结。林长生担心这一点，害怕林玄慈受到伤害。林玄慈没表现出太强烈的情绪波动，始终保持着云淡风轻的模样。师兄，我累了，想休息会。林长生深深看了一眼林玄慈，站起身来，慢慢走到了屋外。没过几日，林玄慈死而复生的事情便传到了各方，引起了一片哗然。同时，林玄慈已成废体的事情也传了出去，让无数人唏嘘，议论纷纷。这则消息自然也传到了东夷宫高层的耳中。为了保证联姻之事不被干扰，东夷宫立刻派人处理。数日后，东夷宫的一名德高望重的女性长老来了。长老名为姚素素，中年模样，风韵犹存。玄清宗的待客之道，让姚素素挑不出毛病。不过，该说的话还是得说。宗主，我能否见一见林玄慈长老？可以。林长生内心轻叹一声，表面上则没有任何情绪波动，派人前去通知林玄慈。林玄慈得知了此事，让传话的弟子驾驭着灵宝，一路带着自己来到了议事殿。殿内雾气袅袅，似身处云层之中。随着林玄慈的入内，所有人都将目光投来。姚素素打量着林玄慈，暗中探查，心中说道：果然是废了，可惜了。想当年，林玄慈名动北荒，何其惊艳，此刻沦为了一个废人，灵根尽断。师兄，林玄慈对着宗主林长生拱手一拜，转身坐在了一旁的空位上面。姚长老见我，有何事？林玄慈明知故问，当着众位道友的面，我就直说了，若有得罪之处，还请见谅。这个差事为何派了姚素素过来？那自然因为他是柳书瑶的师傅。众人沉默，将此事的处理权交给了林玄慈。
不管林玄慈变成了什么模样，也依然是众人的小师弟，不能受到他人的羞辱。倘若东夷公敢对林玄慈出言不敬，玄清宗不怕翻脸。当年陈长老与爱徒舒瑶有过口头婚约，只是因陈长老100年前进入天渊，魂灯熄灭，世人皆以为陈长老遭遇不幸，为此舒瑶浑噩了数年，慢慢才恢复如初。姚素素先将责任安在了林玄慈的头上，又表示了柳舒瑶对林玄慈的在意，思念成疾。从情理而言，我东夷公并无过错，此次前来想要将此事说明，以免引起了不必要的麻烦。姚素素右手一翻，取出了一枚乾坤袋，将袋中的东西取出。陈长老能活着归来，东夷公为贵宗感到高兴，备了一些薄礼，还请收下。一条中品灵脉盘旋在议事殿的上空，这是以乾坤手段将灵脉缩小，真正的灵脉足有100里长，能开采出许多的灵石，以供许多弟子和长老进行修炼。这可不是薄礼。虽然姚素素没有将话说得太明白，但众人都听清楚了，而且也挑不出丝毫的毛病。先是说明情况，再又献上了重礼，算是给足了玄清宗的理念。林长生没有立刻做出决定，而是看向了林玄慈。虽说两家和解是最好的结果，但林长生害怕伤到了林玄慈的尊严，必须得慎重处理。姚长老既知薄礼，那就收回去吧。林玄慈沉吟了一会，面无表情。闻声，众人的眼皮微微一抬，内心一紧。姚素素眉头皱起，开口问道：“陈长老此话何意？当年的口头婚约确实不能太当一回事，不过想要了结这段因果，让柳舒瑶亲自走一趟吧。”林玄慈一本正经地说道。说出这句话，是想看看柳舒瑶是自愿的，还是被宗门逼迫。当年去往天渊之前，林玄慈便与柳舒瑶说过，那时候柳舒瑶曾言，无论什么情况都会等的，1000年万年也不会后悔，并且柳舒瑶当年只是一个普通弟子，因为林玄慈才得到了东夷宫的重点培养。可以说，柳舒瑶拥有着的很多东西都是林玄慈所赠。如果他真是自愿的，林玄慈也不会怨恨他。毕竟在世人的眼中，自己已经死了，怨不得谁。有些事情还是当事人面对面的说清楚比较好。姚素素点头答应。另外，姚长老真想送礼庆祝我归来，一条中品灵脉可远远不够。林玄慈暂时虽无修为，但眼神锋利，如同刀子扎在了姚素素的身上，令他如坐针毡。当年柳舒瑶与我探寻秘境，赠他之物皆是珍宝，仅仅是上品灵脉便多达3条，中品灵脉更是不用说了。听到这话，姚素素尴尬地笑了一声，赶紧将这条中品灵脉收了回去。林长生等人则用复杂的眼神看着林玄慈。当年林玄慈多次外出，每次都说没有什么收获，空手而归，感情都给了别人，也就只有那几次而已。众人并未追问，毕竟林玄慈以前得到的大部分资源全部用来建设宗门了，或是偷偷塞给师兄们当做私房钱。等到姚素素走后，护宗长老董问君忍不住问道：“小师弟，你这败家玩意，当初得到的好东西居然不带回来？董师兄，身外之物别那么在意嘛。”林玄慈抿嘴一笑，多年来林玄慈还是拿了很多资源回宗，用来建设宗门，培养门下弟子。你小子，哎！众人无奈的摇头。即使林玄慈成了凡人，众人也还是将林玄慈当成亲人，没有数落和无视。正因为这样，林玄慈才将玄清宗当成了家。数日后，东夷宫来了数名长老与10余位弟子，柳舒瑶位于其中。玄清宗将东夷宫的客人安排好，让柳舒瑶与林玄慈单独相处。柳舒瑶站在屋内，一双玉手放在小腹的位置，看起来有些紧张。怎么不说话？林玄慈坐在一旁，看着不敢与自己对视的柳舒瑶，声音冷漠：“对不起。”柳舒瑶的心里其实有很多话想和林玄慈说，可是现在已经没必要说了，只能道歉。我活着回来，是不是让你有些手足无措？林玄慈的眼神很平静，觉得柳舒瑶变得十分陌生。没有，我很高兴陈大哥能平安归来。柳舒瑶紧抿着红唇，低眉而道：“魂灯熄灭，性命断绝，你不可能一辈子等候着一个死人，我可以理解。今日与你一见，只是想确认一下，你是否被宗门逼迫？看这样子，应该没有。”林玄慈确实不怪罪柳舒瑶，只能说有缘无分吧。如果你早点回来，也许情况就不一样了。柳舒瑶轻声说道：“如果我不是废人，你和东夷宫会怎么选择呢？”林玄慈轻轻摇头：“这与我回来晚了没有关系，而是实力问题。”柳舒瑶很想解释，可最终没有说出一句话，沉默不言。罢了，都过去了。林玄慈说道。柳舒瑶的表情微微一变，并未回答。看他的样子，估计对天域宗的少宗主没多少的感情，更多的是利益关系。如果这一次林玄慈还拥有着足够强的实力，而非废人，柳舒瑶肯定是另外一番模样。对于修士而言，100年时间真的不长，弹指挥间罢了。
如果柳书瑶真的对林玄慈爱到骨子里了，不可能轻易变心。而且现在林玄慈已经回来了，完全可以再续前缘。可是柳书瑶的来意不是与林玄慈谈情说爱，而是撇清关系。可能在100年前，他真的爱过他吧，只是现在一切都变了。从今往后，你我再无瓜葛。林玄慈沉吟道。屋内寂静无声，气氛沉闷。东义宫的一名长老轻轻敲门，表示该回去了。临走时，柳书瑶抬头看了一眼林玄慈，发现林玄慈没了当年的神采，体内毫无灵气波动。不知从哪一个时刻开始，柳书瑶的眼神从最初的愧疚变成了平淡，内心的紧张也逐渐消散，深深注视了一眼林玄慈。柳书瑶一言不发，推门而走。林玄慈虽没了修为，但刚才看到柳书瑶手里的小动作，是柳书瑶捏碎了一枚玉符，通知了随行的长老过来打破僵局。那些年受的苦头白受了。天渊禁区之内，红衣姑娘看上了林玄慈，想和林玄慈结为道侣。不过林玄慈表示自己已有婚约，毫不犹豫地拒绝了。为此，林玄慈被各种折磨，最终导致灵根被废，修为尽失。按照红衣姑娘的话来说，都是为了林玄慈好。虽说林玄慈的天赋很高，但终究差了一线，走不到最高的位置。未来想要有无限的可能，必须重塑根基。此事已了，该去忙自己的事情了。林玄慈没忘记与天渊存在的约定，打算过几日便启程。近些日子，林玄慈从天渊归来的消息传遍了大江南北，很多势力想要了解到天渊内的情况，派遣高层来到了玄清宗。对此，玄清宗表示林玄慈身体不适，不见任何客人。面对各方豪强的威逼利诱，玄清宗一直护着林玄慈，没让林玄慈面对这些糟心事。暗中，林玄慈在护宗师兄董问君的安排下，悄无声息地离开了玄清宗。即便众人对林玄慈的去向很好奇，可也没有过多的询问，只希望林玄慈能平平安安的就好。林玄慈修为已废，暂时离开玄清宗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去了附近的一座城池，林玄慈买了一些赶路的灵符，只需灵石便可催动，不需要自身调动灵气。花了整整1月，林玄慈终于抵达了目的地明月城，位于北方的某个角落，很是偏僻。城内的一个街尾有一间院子，十分简陋，极少有人路过。谁？林玄慈敲了一下紧闭的院门，一道苍老的声音从中传出：“开门，你就知道了。”林玄慈说道。咔，大门打开，发出刺耳的咯吱声。一个皮肤黝黑的老头，拄着一根拐杖，身材佝偻，看起来弱不禁风。老头上下打量了林玄慈几眼，咧嘴一笑，露出了一口老黄牙：“公子是不是走错地方了？”“没走错，找的就是你。”说着，林玄慈拿出了一块巴掌大的木牌。看到这块木牌的一瞬间，老头的瞳孔急速扩散，表情瞬间一变。随后，老头郑重其事：“请进。”这块木牌是林玄慈从天渊内带出来的东西。据说木牌的主人曾欠了一个大人情，以此为信物，可以让木牌之主做任何事情，包括要了他的性命。公子从哪里得到这个东西的？进门以后，老头像是变了一个人，眼神锋利，沉声问道：“天渊。”林玄慈直言不讳。闻言，老头收起了刚才的警惕，对着林玄慈鞠躬一拜，以表敬意。紧接着，老头想到了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。公子莫非是玄清宗的林玄慈？正是。林玄慈点头承认了。公子既然得到了木牌，那么老朽应当遵守诺言，请问何事吩咐？老头做好了牺牲性命的准备，严肃无比。有没有什么办法帮我重塑根基？林玄慈说明了来意。有。老头看了看林玄慈的身体状况，点头说道。本以为是什么大事，没想到如此简单。你确定？林玄慈一声质问。不难。老头说道。敢问前辈尊姓大名？玄清宗的所有高层加在一起，都想不出怎么帮助林玄慈。可是眼前的老头却觉得此事不难，让林玄慈肃然起敬，抱拳问道：“一个糟老头子罢了。”老头自嘲一笑：“那么我该如何称呼前辈呢？”林玄慈很识趣的没有追问：“公子叫我瘸子就行了。”老头低头一看，指着断掉的右小嘴和手里的拐杖，淡然而道：“那怎么可以？”林玄慈哪敢称呼一位神秘莫测的前辈为瘸子，容易得罪人。无妨。老头不在意这种称谓，一脸淡漠。接下来，老头给林玄慈安排了一个住处，先住上一段时间。他要出门一趟，去准备一些为林玄慈重塑道根的东西。有劳前辈了。林玄慈抱拳说道：“这是老朽应该做的。”老头回礼一拜，转身出了门，杂乱了院落。林玄慈四处张望，看到了墙角处的蜘蛛网，花坛内泛黄的枯叶，铺在黄泥地上的石板。沿着脚下的这一条石板路，林玄慈看到了一间柴房，里面堆放着很多干枯的柴火。奇怪，林玄慈疑惑自语，为何老前辈的生活方式与凡人无异？经过林玄慈的观察，这间院子内的摆设之物都是寻常的东西，木桌木椅，满地灰尘。看了一眼柴房，
林玄慈走向了另外一边。相比起简陋的柴房，林玄慈更愿意去花园内走走，赏心悦目。林玄慈现在是凡人，每日需要外出买一些吃食，在这里生活了10天，对附近的街道熟悉了不少。秋风瑟瑟，寒意涌来，林玄慈决定煮粥暖一暖身子。来到柴房，林玄慈准备烧火，发现柴堆里面放着一把砍柴的断剑，瞬间来了兴趣。这时断剑约莫2尺长，生了铁锈，颜色暗黑，处处刻印着岁月的痕迹。林玄慈细细打量了几眼，发现这把断剑不似寻常之物，却又道不出具体的问题。林玄慈蹲下身子，伸手抓向了放在地上的黑色断剑，指尖触碰，让林玄慈的身子猛然一沉，好像有无数座大山压在了胸口的位置，窒息感扑面而来。这种感觉愈发强烈，林玄慈的额头冒出了密密麻麻的冷汗。正当林玄慈决定动用来自天渊禁区的底牌之时，一道清风吹到了柴房内，瞬间黑色断剑的压迫感消散得无影无踪。林玄慈收回了手，表情紧张。公子，老朽回来了。同一时间，老头拄着拐杖走到了院子内，手里空空。林玄慈走出柴房，与老头迎面对视，也不遮掩，直言道：“刚才多亏前辈出手，不然我可就麻烦了。一把破剑哪能伤得到公子？”老头的脸上全是褶子，微微一笑：“这要是破剑，天地间可就没什么宝剑了。”虽然林玄慈现在失去了修为，但依然可以看出黑色断剑的可怕。公子说笑了，一把剑尚且如此，那么拥有此剑的老头该有多么强大呢？前辈此行可有收获？林玄慈没有继续深究，转移了话题。公子放心，一切妥当。老头缓缓点头。当年在天渊禁区之内，林玄慈遇到了一个红衣姑娘，来历神秘，实力深不可测。红衣姑娘将林玄慈的灵根斩断，修为打散，然后红衣姑娘给了林玄慈一块木盘，让林玄慈离开禁区以后寻到这个老头，可以重塑道根，让天资更上一层楼。老头打开了一间尘封多年的密室，里面有一个冰石打造而成的澡盆，寒气充斥在密室的各个角落，取出了各种药材和需要的东西。老头让林玄慈脱了上衣，盘坐于冰桶之内。林玄慈按照老头所言，坐在冰桶内等待着，一脸平静。老朽最近听说了一件事情，东夷宫与天域宗即将联姻，此事公子知否？老头一边捣鼓着药材，一边用嘶哑的声音说着：“我知道。”林玄慈轻轻点头：“需要老朽做些什么吗？”此次出门，老头将林玄慈的底细打探得一清二楚。除此之外，老头还去往了一趟天渊禁地的边界。不用。林玄慈摇头：“因果已断，前辈不必费心。”那就好。老头将各种名贵的药材放到了冰桶里面，浑浊的双眸好像看透了人世间的一切。林玄慈看着这些药材，惊讶无比。一点红泥、八角玄叶、白月藤，随意扫过一眼，皆是世上极为珍贵的宝药，可遇不可求。还有极少数的宝药，林玄慈虽然叫不出来名字，但价值肯定更高。公子，重塑根基可能会有些痛苦。老头善意的提醒了一句：“前辈出手便是，我挺得住。”林玄慈重重点头，做好了准备。于是老头的体内开始涌动着磅礴如海的灵气，密室的地板闪烁着亮光，一座古老的阵法道纹就此显现。紧接着，老头右掌拍向了冰桶，左掌朝下催动了大阵。嗡！密室的上方好似出现了万千星辰，荡漾着一条广阔无垠的星海。一时间，林玄慈顿觉天旋地转，身体被禁锢住了，无法动弹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林玄慈甚至觉得灵魂出体，被无数把小刀切割着，痛苦至极，不禁发出了一道闷哼声。林玄慈紧咬着牙关，大汗淋漓，痛苦的程度还在加剧，渐渐让林玄慈有些坚守不住本心了。老头没有停下，冷淡地看着正在饱受折磨的林玄慈。足足过了1个时辰，林玄慈疼得面部狰狞，皮肤绽开，血肉模糊。若细细观察，可以通过裂开的血肉看到其五脏六腑。触目惊心，林玄慈的胸口位置出现了一缕金光，似是一粒种子。时机到了，老头的脸色一变，赶紧进行下一步。浓浓的寒气将林玄慈包裹住了，血水与药材融合到了一起，浓稠猩红，让人见到以后毛骨悚然。老头双手结印，面前出现了一个黑色的盒子，小心翼翼地将盒子打开，里面放着一截骨头，约莫1尺长的黑骨，犹如木炭，他能承受得住吗？老头看了一眼疼得昏厥过去的林玄慈，慢慢将目光移到了盒中的黑骨，喃喃自语。根据老头所知，这根黑骨乃是一位古老存在的道骨，因为一场惊世之战而陨落，最后只留下了这根断骨。前不久去往天渊禁区，老头遵循红衣姑娘的吩咐，将黑骨带了过来。重塑根基不是一件难事，难的是让将黑骨接在林玄慈的体内，真的能行吗？最开始的时候，老头有些犯难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后来红衣姑娘传音，让老头只需运转道阵，
看到林玄慈的胸口位置显现出了一粒金色种子，即可将黑骨取出，一切自有定数。过了片刻，黑骨漂浮了起来，哗啦啦，黑骨表面的那一层物质脱离了下来，露出了纯金的颜色，其上还刻画着许多古老的法则。历经岁月的洗礼，老头的瞳孔收缩，全身紧绷，注视着黑骨落到了林玄慈的身上。慢慢的，黑骨直接融入到了林玄慈的体内，不知所踪。任凭老头怎么探查，也未能发现。起初林玄慈与黑骨有所排斥，这种现象很快就消失了，契合度完美，真正融为了一体。数日以后，林玄慈醒来了，老头一直守护在其身边，生怕出了什么差错。看到林玄慈苏醒，老头内心悬起的那一块大石头总算可以放下来了。林玄慈没了痛感，觉得身体十分的轻盈，且没有任何的伤痕。下一刻，林玄慈便感知到了天地间的灵气，面色一变，赶紧检查起了身体的状况。金色的稻谷，林玄慈很是诧异，又惊又喜，抬头与老头对视了一眼。以前的林玄慈天赋极高，却也只是肉体凡胎。根据古籍记载，金色稻谷象征着完美根基，没有瑕疵，对往后的修行有着难以想象的好处。天下五域，北荒占据的疆域极为辽阔，拥有着亿万星辰。曾经的林玄慈算得上是北荒有名的天骄，见识不浅。即便如此，他也从未听说过谁能修炼出传言中的无缺金。这根金色稻谷的珍贵程度，林玄慈心里很清楚，堪称无价。前辈，林玄慈没有一直沉浸在喜悦的状态中，表情逐渐变得复杂了起来，吞吞吐吐地说道：“这未免太珍贵了，晚辈受之有愧，奉禁区尊者之令，将稻谷赠与公子。”林玄慈想到了那个红衣姑娘，心有余悸，莫名还有一种思念。公子好好休息，老朽先出去了。说完这句话，老头便离开了这处密室。寂静的密室内，林玄慈陷入了深思。稻谷无缺，根基完满，未来林玄慈只要道心坚固，那么成就绝对不可限量。林玄慈换上了一件干净整洁的衣服，走到了院子内。院内的角落位置，老头坐在木椅上面，拐杖放在身侧，手里拿着断剑劈柴。看着老头劈柴的动作，林玄慈犹豫了几下，还是走了过去。前辈，如此好的宝剑为何要糟蹋？剑已断，再好又有什么用？老头不以为然地说道：“我的根基断了，前辈能以大神通修复，宝剑断裂，莫非就没有办法了吗？”林玄慈真不想看到这么好的宝剑用来劈柴，于心不忍，试过很多次都失败了。听到这话，林玄慈不知该如何接话，沉默不语。这把剑叫什么名字？归阳。老头沉吟了许久，道出了此剑之名。归阳好像在哪里听过。林玄慈低声念叨了几遍，总觉得有所耳闻，低眉思考。片刻后，林玄慈蓦然抬头，眼中掠过一抹金色，接着变成了敬畏，惊呼道：“您是长庚剑仙？”听闻这个称呼，老头的身体轻微一颤，神色复杂。很多年没有听到有人这么称呼老朽。很显然，老头承认了自己的身份，罪魁见刃。老头不愿透露自己的身份，不过刚才看到林玄慈与神秘稻谷融合以后，老头改变了这个想法。真的是你？难以置信。林玄慈目瞪口呆，情绪久久难以恢复平静。长庚剑仙，本名李牧阳，曾经名动天下的绝世强者，出自北荒的顶尖剑客。据记载，长庚剑仙最后一次露面是在万年以前，相传他前往了中州，也叫做地州，一剑劈了象征着天地意志的紫云山，只为追求剑道巅峰，剑斩紫云山，触怒天道，降下神罚。那一战，长庚剑仙败了，世人皆以为他身死道消，被天道法则埋葬。自那以后，长庚剑仙的人生经历了一个传说故事，也被无数剑道修士视为一座难以超越的丰碑。李牧阳看淡了这些东西，剑仙前辈乃是绝顶人物，怎会待在这里？林玄慈从小便听说过长庚剑仙的故事，很是尊敬。魔剑，受死的骆驼比马大。李牧阳再怎么落魄，也不是寻常修士能够比较。虽然失败了无数次，但李牧阳从未放弃过，用这种方式磨剑。林玄慈看着满地的柴火，暂时理解不了。公子，你认为剑修者什么最重要？李牧阳放下了手里的断剑，与林玄慈对视而道：“我认为，不管是走哪一条道路，最重要的还是道心。修道，先修心。”听着这个回答，李牧阳的眼里荡漾起了涟漪，一直没有说话。许久，李牧阳长叹一声：“当年老朽若有公子这般聪慧，断然不会落得这般结局。修道先修心的这个道理，老朽到了晚年之际才真正明悟。”李牧阳磨的不是剑，而是他那一颗道心。年轻的时候，李牧阳自认为天赋异禀，压得天下同辈不敢抬头。后来，李牧阳鼎盛时期更是自称天下第三，让无数剑道强者仰望而不及。为何是天下第三呢？天地为一二。再后来，李牧阳难以寻觅到一个合适的剑修对手，认为自身实力到了极高的地步，朝着世人敬畏的紫云山而去。
拔剑一斩，欲与天地争锋。可惜李牧阳败了，从此销声匿迹。敢问前辈，宝剑的另外一节去了何处？林玄慈一直看着这把生了锈的断剑，宝剑生锈是因为灵智沉睡，化为凡冰。有朝一日李牧阳重整剑心，便能让宝剑复苏，展现出昔日的锋芒。留在了紫云山，李牧阳眺望着远方，思绪万千。中州的紫云山，那可是禁忌之地。林玄慈顺着李牧阳所望的方向而注视，一言不发。往后的日子，林玄慈开始修炼。第一天重修，林玄慈就踏进了后天境。短短1月，凭借着无缺道谱的天赋和自身的悟性，林玄慈破开了后天境第9重天，登临先天境，稳固了根基数日。林玄慈继续努力增进修为，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半年。林玄慈修炼到了黄云境初期，李牧阳若非亲眼所见，很难相信，在他的记忆之中，不依靠灵丹和强者灌输，仅凭汲取天地间的灵气，真没人能和林玄慈比较。而且林玄慈的根基十分稳固，寻不到瑕疵。林玄慈达成了第一个目标，随即从随身携带的物品中取出了一个深色手镯。当初林玄慈可以活着从天渊禁区走出来，便是与红衣姑娘达成了一个约定，帮助红衣姑娘完成9件事情，那么他们之间的因果便算了结。对于这样的要求，林玄慈没有资格拒绝，唯有重修到了黄云境的修为，才能使出红衣姑娘传授的特殊秘法，将手镯的禁制解开。他让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？林玄慈解除了禁制，一缕意识进入到了手镯之内。手镯内是一处独立的空间，虚空中遍布着恐怖的法则。林玄慈的意识扫过四周一眼，灵魂不禁颤抖。嗡，一道法则涌动，林玄慈的面前出现了一把紧合着的白伞。白伞的出现触动了玉镯内的某种禁制，一道冷冰冰的话语传来：林玄慈，这是送给你心上人的成亲贺礼，必须到场。婚礼送白伞，这不是诅咒别人吗？林玄慈尴尬住了。本以为约定的第一件事有多么难，没想到是这样。当年林玄慈进入了天渊，红衣女子便想与他结成道侣。对此，林玄慈表示自己已有未婚妻，直接拒绝了。倒不是红衣女子丑陋，而是一份承诺。真要论外貌的话，红衣女子的容颜极美，不似凡尘人。东夷宫的柳书瑶虽说沉鱼落雁，但远远比不上红衣女子，单凭那份气质，便有云泥之别。本来林玄慈已经释怀，一切归于过去，谁知红衣女子来了这么一手，林玄慈不想去也得去。休息了几日，林玄慈打算离开明月城，回到玄清宗。算算时间，还有半年，便是天域宗、东夷宫联姻的日子。前辈，我该走了。林玄慈收拾好了行李，朝着坐在院子里的李牧阳抱拳说道：“日后若遇难事，可来此地寻我。”李牧阳给出了一个承诺。好，林玄慈没有客套，这可是一道保命符。等到林玄慈走后，李牧阳望着远方，若有所思。玄清宗议事殿，众人正在商议宗门内的正常事宜，谈到了关于天域宗和东夷宫联姻之事，打算派遣一名长老走个过场。联姻之日越来越近，很多势力的代表已经出发了。小师叔回来了。林玄慈刚到玄清宗的大门，守门的弟子便将此事禀报了上去。为了不引起麻烦，林玄慈隐蔽了自身的修为，只要他的身上带着玉镯，就可触发玉镯内的禁制，遮掩身体的灵气波动。剑仙多次嘱咐，关于道蛊之事不能告诉任何人，不然会扯上极为恐怖的因果，祸害身边的人。而且剑仙不愿让自身的行踪暴露，林玄慈没法解释灵根修复了，等到以后找个合适的机会再与师兄们说。小师弟，这大半年你去何处了？护宗长老董问君放下了手中的一切事情，赶忙出来相见，出去散了散心。林玄慈浅笑道。众长老也纷纷来到了后院，与林玄慈闲聊着。上次林玄慈归来没有多久，便外出生活了。诸多宗门想要见一见林玄慈，从他的身上打探到关于天渊禁地的消息。不过听闻林玄慈已成废人，假死而脱身，再加上玄清宗的强硬态度，各门各派也就不好强加逼问了。如今两宗联姻之际，伏流星域的势力把对玄清宗的这份注意力转移了过去。北荒地界拥有着数之不尽的星域，仅仅是伏流星域的宗门便多达数十万。玄清宗算得上是此界的一流势力，有着不小的威望。小师弟，东夷宫的那娘们悔婚了，那是他的损失，你莫要过于在意。一位白胡子师兄以为是两宗联姻，导致林玄慈心情不好，才会出门散心，赶忙安慰，多谢许师兄关心。林玄慈心里一暖，面带笑容。今天咱们难得聚一次，别说这些烦心事，举杯共饮。宗主林长生坐在中间的位置，起身举杯。玄清宗的内部十分团结，不像其他势力那般勾心斗角，唯利是图。宗门高层的团结，皆是太上长老一手为之，费了不少的心思。今日能坐在这里品茶饮酒的核心长老，
都曾受到过太上长老的恩惠。约莫200年前，太上长老抱回来了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婴儿，将婴儿收为关门弟子。不久后，太上长老便作画。自那以后，众长老十分重视男婴，表面上是认了一个小师弟，实则皆以子侄相待，情同血脉至亲。真要算起来的话，太上长老一生只收过一个徒弟，那就是灵玄慈。众长老称呼灵玄慈为小师弟，是因为他们竟称太上长老为师伯。酒过3巡，灵玄慈说明了想去参加两宗联姻的典礼的想法。此话一出，殿内一片寂静，众人纷纷将目光移到了灵玄慈的身上。林长生疑惑问道，众人带着疑惑和错愕的眼神，直勾勾地盯着灵玄慈，没什么可逃避的。灵玄慈直言道：“你真的想好了吗？”林长生的眼里充满担忧。想好了。林玄慈抿嘴一笑，那你就跟着严师弟一同前去吧。林玄慈道谢。玄清宗派遣了7长老严明海前往天玉宗送上一份礼品。不管两家的关系多么尴尬，表面工程还是得做一做。2个月后，严明海和林玄慈等10几人出发了。一艘灵船之上，严明海身穿一件深灰色的长袍，身高7尺，头发略微泛白。没多久，玄清宗的战船抵达了天玉宗的疆域。放眼望去，虚空中停满了各种灵船和宝器，还挂着各门各派的旗帜，好生气派。天玉宗位于云雾缭绕的山间，一棵棵古树扎根于岩石之内，耸入云端，遮天蔽日。群山的脚下站着一头头威猛的灵兽，还有腾空盘旋的深绿色巨母，身上燃烧着火焰的巨母，长着翅膀的白马等等。只剩3个多月，便是两宗的联姻之日。各门各派的代表现在就能进入天玉宗，或是待在自家的战船灵宝内等待着。坐在船舱内的灵玄慈听到的声音，推门而出，看到了立于虚空中的一名紫衣青年，原来是夏小虫。灵玄慈嘴角微微上扬，负手而立，气质儒雅。紫衣青年名为夏南仲，蛇族之人，曾是灵玄慈的手下败将。100多年前，夏南仲和灵玄慈产生了纠纷，双方大打出手。那次战斗过后，灵玄慈给夏南仲取了一个小名，叫做小虫，让许多人失笑。夏南仲败给了灵玄慈，无力反驳，只能认了。你难道不知道两家联姻的对象是谁吗？夏南虫忍着一丝怒意，不与灵玄慈一般见识。知道。灵玄慈神色淡然，知道你还来，心性真好。夏南虫给灵玄慈竖起了大拇指，3分佩服，7分讥讽。夏小虫，你这是关心我吗？灵玄慈似笑非笑地说道，老子会关心你，做梦去吧。劝你一句，你现在已经成了废人，待在玄清宗才是最安全。谢谢提醒。灵玄慈没放在心上，我最多嘲笑你几句，其他人可就不一定。说完这句话，夏南仲没了兴趣，转身离去。经过此次的见面，夏南仲确认灵玄慈真的废了，有些开心，也有一丝感慨。短短数日，灵玄慈来到天玉宗地界的消息传到了很多人的耳中，各宗修士遥望着玄清宗的战船，窃窃私语。灵玄慈坐在船头，泡着香茶，欣赏着四周的美景。时间从指缝间流走，一下子到了两宗联姻的日子。今日，东夷宫的一群长老和弟子来到了这里，准备入场。领头的长老正是柳书瑶的师傅姚素素。姚素素听到了四周的一些议论，顺势望向了一侧，注视到了100里外的灵玄慈，顿不住了，犹豫了一下。姚素素决定过去瞧瞧，陈长老怎会在此？当着各方豪杰的面，姚素素对灵玄慈比较客气，拱手施礼，贺喜。灵玄慈坐在原位不动，抬头瞥了一眼。姚素素不知灵玄慈跑到这里来做什么，是不是想要扰乱两宗的联姻？试探性的问道：“只是单纯的贺喜吗？”当然，为此我还特地准备了礼物。灵玄慈想起了玉镯内的那把白伞，虽然有些损人，但对两宗并无实质性的伤害。再说了，这又不是灵玄慈的本意，而是迫于无奈。相比起东夷宫的所作所为，灵玄慈简直是活活在世。曾经，灵玄慈给了东夷宫不少的宝贝，如今双方的婚约作废，还想用一条中品灵脉欲要了断一切，简直是上门羞辱。是什么礼物？既然是礼物，肯定不能告诉你。要是以前的话，灵玄慈会给姚素素几分面子，现在可不把她当回事了。灵玄慈，要是你敢扰乱两家联姻，莫怪我东夷宫不念旧情。见灵玄慈这么轻视自己，姚素素不再装模作样，直接眼神阴冷的警告道。灵玄慈怡然不惧，轻笑而道：“玄清宗与东夷宫之间有旧情吗？你真是可怜。”灵玄慈的话在姚素素听来不过是嘴硬罢了，以此来维护那一丝可怜的尊严，眼神轻蔑，缓缓摇头：“你应该很清楚一点。修行者寿长万载，而凡人不过100年光阴。如今你已是废人，纵然玄清宗为你续命，也活不了多久。所以，灵玄慈的脸上毫无情绪波动，平淡如水。你现在回去，对你个人和玄清宗都有好处。”姚素素欲要逼退灵玄慈，
只要林玄慈离开了天狱宗，那么联姻之事肯定不会出乱子。林玄慈待在这里，就好像是一颗定时炸弹，保不准会说出一些不堪的言论，从而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。我的去留，好像不是你能够决定的吧？林玄慈笑了，此次乃是我东夷宫与天狱宗的联姻，自然有一些决定权。看到林玄慈不肯离开，姚素素的心中愈发不安，干脆点下了逐客令。玄清宗收到了天狱宗的请柬，不远万里前来庆贺。你要赶我走？认真的吗？我只是想请陈长老离开罢了，对玄清宗并无此意。姚素素身为东夷宫的核心长老，知晓不能乱说话，赶紧解释道。没等林玄慈开口说话，忽有一道怒言从战船的内舱传出，身着灰袍的董问君推门而出，神色阴沉，见过董长老。一瞬间，姚素素等人面色一变，行大礼一拜。董问君何许人？那可是玄清宗的护宗长老，渡劫期的顶尖大能。这等人物亲临此地，吓得许多人打了一个哆嗦。围观的众修士哗然一片，瞠目结舌。董问君已经有很多年没有离开过玄清宗了，此次偷偷摸摸的出来，就是担心林玄慈受了欺负。林玄慈也是很惊讶，转头询问神色威武的董问君：“师兄，这不是怕你受到欺负吗？”董问君看向林玄慈的时候，立刻收起了对待外人的冷漠姿态，露出了慈祥的笑容，轻言细语：“他已经失去过一次小师弟，绝不能有第二次。本座的小师弟，谁也不能欺负。”董问君让林玄慈站在一旁，这些事情交给他来处理。随后，董问君立于9天之上，扫过各宗修士一眼，最后将目光落到了东夷宫众人的身上。如果两宗联姻不欢迎玄清宗的话，那么玄清宗现在便可离开。董长老息怒，晚辈绝无此意。姚素素弯着的腰又低了几分，后背的衣衫被冷汗打湿了一层。要是早知道董问君待在船舱内，打死他都不敢说出刚刚的那番话。触犯了董问君的威严，东夷宫的现任宗主都得上门道歉。渡劫期的大能，放在偌大的北荒也是顶尖的人，不可得罪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董问君大声质问道。晚辈。一道可怕的威压落到了姚素素的身上，让姚素素犹如被万重巨山压着，沉重无比，难以喘息。以前看在小师弟的面子，多与你聊了几句，给你几分颜面。真要论起辈分和实力，你连见本座的资格都没有，今日还敢欺压我家小师弟，真是蹬鼻子上脸。董问君看着林玄慈长大的，从小就宠着，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都尽量满足，他自己都不舍得骂几句林玄慈，哪由得了别人欺压？若非看在东夷宫还有几个老家伙的份上，董问君可就不是以威压震慑了，而是直接甩姚素素几个大耳瓜子。年轻一辈的人过来挑衅，董问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不好出面。老一辈的竟敢倚老卖老，那么董问君可就忍不了了。姚素素实在是承受不住渡劫期的威压了，骨头都被压碎了几块，只好咬牙道歉。董问君冷哼一声，将威压散尽。再有下次，我就替东夷宫好好教育一下你，多谢前辈原谅。姚素素纵然心中有1万个怨恨和不满，也不可表现出来，并且还得拜谢。滚吧！董问君双手负背，根本没把姚素素放在眼里。他若想的话，一根指头就能将其镇压。随即，姚素素等人赶紧离开，头也不回。谁都没料到玄清宗的这尊大佬会过来。刚刚言语羞辱过林玄慈的年轻人，生怕遭到报复，眨眼间跑没影了。此地闹出了不小的动静。严明海得知是林玄慈的事情，立即赶来。董师兄，稍微打听一下。严明海便弄清楚了来龙去脉，回到战船上面，先朝着董问君拱手行礼，然后又看向了林玄慈，眼神担忧：“小师弟，你没什么事吧？”突然，董问君一脚踹在了严明海的身上，将其踹飞了千米。严明海停顿在了空中，整理了一下衣着，闪身回到了原位。小七，你做事怎么这么没脑子？将小师弟一个人扔在船上，要不是我随行而来，小师弟不知会被怎么欺负。董问君指着七长老严明海的鼻子骂道：“都是我的错，差点让小师弟遇到了危险。”严明海自责道：“董师兄，我没啥事，不要问责严师兄了。”林玄慈赶紧上前劝诫，将董问君拉到椅子上坐着，倒了杯茶：“师兄，喝口茶消消气。”董问君刚刚的那一脚踹得太快，林玄慈根本没反应过来，后知后觉：“小师弟没怪你，那就算了吧。”喝了杯茶，董问君的怒气消散了大半。严明海向林玄慈投来了一个感激的眼神，少了一顿毒打。各界修士看着这个画面，难以置信，众人没法理解，明明林玄慈变为了废人，为何还要这么宠爱他？董长老亲临天狱宗，还请入内一坐。正当众人还在纠结林玄慈为何受宠的时候，天狱宗的大长老出面了，面带微笑，行礼一拜：“本座要与小师弟下棋，没空。”董问君没打算给天狱宗这个面子，直接拒绝了。听到这个回答，天狱宗的大长老怔住了。很快，大长老回过神来，微笑着：“等到董长老有空了，
随时都可进来。天狱宗一定好生招待。董问君不喜欢这种繁文缛节，懒得回答。由于董问君的现身，导致很多老家伙都露脸，纷纷过来打招呼。这些琐事全部由严明海去处理，而董问君则是坐在船舱内与林玄慈下着棋，喝着茶，欢声笑语。很快便到了联姻之日，天空之上出现了一层祥瑞霞彩，绵延数十万里，许多宗门踩着点过来，大张旗鼓地送上了贺礼。来了！天狱宗的迎亲队伍准时抵达，气派十足，顿时让所有人投来了目光。七头蛟龙拉着一辆白玉战车，上面站满了修士，实力强大，气势不凡。白玉战车的后面紧跟着一乘花轿，说是花轿，实际上看起来如同一座移动的小型宫殿，空体由金玉镶嵌而成，许多地方刻着龙腾凤舞的图案，灵气而化的白雾围绕在四周。坐在轿中的柳书瑶穿着一件粉红色的长裙，头戴凤冠，仙雾袅袅，霞彩漫天。众修士远远望着，目不转睛。柳书瑶来了，神色清冷，如同冰山之巅的一株雪莲，让人可望而不可及。天狱宗的数位长老携带着门下的百名弟子出门相迎，天空中飘起了红色的花瓣，最后汇聚到了一起，形成了一条直通天狱宗大门的道路，似是一幅唯美的画卷。柳书瑶身着红裙，裙尾随着清风舞动，美妙动人。她头戴凤冠，双手贴在了身前，雪白的皮肤如玉石雕刻而成，一举一动尽显娇媚。战车停下，蛟龙低吼，震慑四周的诸多灵兽低头臣服，不敢冲撞蛟龙之威。紧接着，柳书瑶走出了花桥宫殿，身后紧跟着一批相貌美丽的女弟子。除此之外，柳书瑶的身侧还站着一个中年女子，身着浅色布衣，打扮简朴，却显得格外的端庄高贵。这个女子叫做杜若生，东夷宫的现任圣主。此次两宗联姻，宗主当然不可能缺席。杜宗主，请进。天狱宗的宗主也现身了，其名秦阳，身着锦衣，威风凛凛。秦阳和杜若生等人一同走进了大殿，两宗的长老和弟子的脸上都洋溢着欣喜之色。今日过后，天狱宗和东夷宫便可结成联盟，在这片星域拥有更多的话语权，地位不可撼动。战船内，林玄慈望着乌泱泱的一片人影，喃喃道：“排场够大的。”董问君不清楚林玄慈执意要来参加两宗的联姻庆典，做什么？多半是没什么好事。不管林玄慈会做什么事情，董问君已经做好了各种准备。为此，董问君甚至将护宗道宝悄悄带上了，以防万一。董问君乃是渡劫3境的大佬，最迟每隔1000年便需要渡一次道劫，一共需要历经9劫，方能踏进大成之境，逍遥天地之间。近些年来，董问君越来越压制不住体内的法则波动了，估计要不了多久，董问君就需要面对下一次的道劫。九死一生，魏兄老了，恐怕熬不过这一关。董问君望着林玄慈离去的背影，心中自语：当年师伯对我有恩，你是师伯唯一的衣钵传承，哪怕拼了这条命，师兄也要护你周全。100年前的天渊异宝之事，进入其中的玄清宗之人全军覆没。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，董问君难以接受，心痛欲裂。如今林玄慈活着回来，董问君不可能再让类似的事情发生了。天狱宗的大殿人满为患，各宗的高层可以前往内厅，享受更好的服务。寻常弟子只能坐在前殿，与地位相同的同辈进行交谈。众人看到了从远处走来的林玄慈，兴趣浓浓，看热闹不嫌事大。各宗代表拿出了礼品，天狱宗的上方虚空一直有霞彩异象显化而出，一片祥瑞之景。大长老负责收取礼品，脸上洋溢着浓浓的喜色，对着来宾道谢，且将各方势力赠送的物品记录了下来。林玄慈与严明海同行，一直走到了大殿的入口处。玄清宗的道人，请进。天狱宗的长老多看了一眼林玄慈，礼貌行礼。关于林玄慈的事情，银客的长老已经得到了命令，不要阻拦，这是玄清宗的一点心意。严明海是玄清宗的代表，将礼盒取出，缓缓打开，一点青光从礼盒内漫出，乃是一颗青色的灵珠，在众多礼品中并不出彩，也不寒酸。多谢。银客长老收下了礼物，严明海准备入殿。林玄慈这时候叫停了，严明海顿不回头，我单独准备了一份礼物。说着，林玄慈取出了一颗下品灵石，以此掩人耳目。从乾坤袋内拿出了一点白彩，以灵石催动乾坤袋，便不会暴露自身的修为。银客长老和一众弟子懵了，接着脸上便出现了一抹愠色。两宗联姻的大喜日子，林玄慈居然送了一把白色的伞，摆明了是不安好心。白色之物一般是用于丧事，细细品味，伞包含了伞的意思。陈长老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银客长老脸色阴沉，质问道：礼物若不是为了履行与天渊存在的约定，林玄慈肯定不会来天狱宗。银客长老本想斥责几句，耳畔突然传来了大长老的命令。得到了命令，银客长老只好将白伞收起，
放到了一旁，脸色难看的对林玄慈说道：“陈长老的这份礼物，天狱宗收下了，请进。”一把白伞而已。天狱宗不想闹出太大的动静，从而影响了大局。只要林玄慈不做出过分的事后，天狱宗不会理会。完成了这件事情，林玄慈与严明海并肩前行，落座于内厅的某个位置。内厅摆放着上千张桌椅，金碧辉煌，地面上有一层淡淡的白雾流动着，桌上则摆满了榛果鲜酿，香醇的酒味随着清风飘散到了每个角落。吉时已到，有请2位新人入场。东夷宫、柳书瑶，天狱宗、秦玉堂，两人身着红衣，现身于内厅的高台之上，并肩而立。在众人的眼里，秦玉堂和柳书瑶郎才女貌，甚是搭配。素闻秦公子乃是年轻俊杰，今日得见，名不虚传。各方势力的长老开始吹捧。秦玉堂扫过了人群一眼，发现了坐在角落位置的林玄慈，嘴角上扬，眼神挑衅，明显是在嘲讽。林玄慈与秦玉堂对视了一眼，没有任何的情绪波动，云淡风轻。天渊禁区内待了上百年，让林玄慈得到了诸多魔力，没那么容易动气。感谢诸位道友的捧场。天狱宗主秦阳站在中央，面带微笑，抱拳施礼。等到这些繁琐的过程结束以后，2位新人准备祭天行礼。一旦礼成，那么2人就正式结为道友。红干共舞，一根高约10米的稻香被点燃了，烟雾上升到了9天，举行祭天仪式。看着即将礼成，秦阳的眼底深处闪过一抹喜色，貌似还有一丝耐人寻味的东西。按理来说，天狱宗底蕴深厚，在这片星域算得上顶尖了。身为宗主的秦阳，不至于因为与东夷宫联姻这么高兴。今日若2宗联姻，东夷宫必将后悔。忽然，一道冰冷的声音从远处传来，落到了所有人的耳中。由于这句话，让正在进行仪式的2位新人停住了。秦阳的脸色瞬间一变，转头对着杜若生微微一笑，然后传音给了宗门内的长老，封锁各方结界，不准让任何人进来。杜若生眉头一蹙，有种不安的感觉。不过，杜若生暂时没有阻止联姻仪式，望着声音传来的方向，倒要看看是何情况。天狱宗的结界突然激活了，引起了众人的注意，很是疑惑。秦宗主，此举何意？某位修士质问道，防止某些小人捣乱。等到2宗联姻结束以后，结界自会打开，诸位道友不必担忧。秦阳故作镇定，表示让各方来宾稍微理解一下。大部分人听到这个理由以后，点头赞同，还有少数人觉得有些蹊跷，皱眉深思。继续吧。秦阳赶紧让大长老抓紧时间完成联姻结盟的仪式。大长老心领神会，打算直接让2位新人交换性命，滴血接引，签订灵魂契约，至此结为道侣。轰隆！就在此刻，东面的结界惊起一道巨响之声，结界被撕裂出了一道口子。一个黑衣人用尽全部的力气扬声而道：“天狱宗的弟弟镇压着魔窟，东夷宫一旦与之联姻，必有大难。”此言一出，群雄沸腾，无数双眼睛看向了秦阳，似是想要得到一个准确的答案。一直保持着沉默的杜若生开口，制止了仪式的进行。秦宗主，这事你难道不解释一下吗？胡编乱造。秦阳矢口否认。是吗？杜若生表情严肃，若是虚假，秦宗主可敢以道心起誓？一瞬间，场面极度的安静，若真可闻。天狱宗的许多长老前往了东侧结界，欲要将扰乱联姻的贼子镇杀。黑衣人来了这里，就没打算活着离开。我叫王平，500年前曾是天狱宗的核心弟子，因误闯禁地，发现了魔窟，让宗门高层动了杀心。不过我的运气较好，死里逃生。天狱宗为了逼我出来，将我的亲人全部折磨致死，心狠手辣。我躲了500年，终于在今天寻到了一个机会，定要将这一切都说出来。1000年前的天狱宗不过是伏流星域的3流势力，却在短短数百年内崛起。究其缘由，便是地底的魔窟。天狱宗一直从魔窟内获取资源，任由魔窟变大，不将此事爆出。到了现在，魔窟之事已经压制不住了。天狱宗想要拉人当垫背，王平一边对抗着天狱宗的长老，一边将所知道的事情大声说出。魔窟内有着数之不尽的资源，天狱宗只是取出了一部分，便一跃成为了伏流星域的顶尖势力。发展到了今天，魔窟变得巨大，犹如一口无尽的黑暗深渊。天狱宗这才想要将魔窟镇压，却发现一切都晚。于是天狱宗费尽心机，想要与东夷宫联姻。一旦2家结盟，东夷宫可就没那么容易置身事外，必须要帮助天狱宗来解决魔窟之事。若是真如此人所言，天狱宗的地底有一处魔窟，一旦魔窟爆发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众人听着王平的论述，哗然一片。坐在一旁的林玄慈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一步，趣味浓浓。还好自己来了，没有错过。真要是这样的话，事情可就麻烦了。严明海眉头皱起，喃喃自语，场面变得有些焦灼。各方来宾脸色凝重，越是深思，
越是心惊，秦阳的神色变得极为难看，藏在衣袖下的双手紧握着，望向了东侧结界的黑衣人，恨不得将此人千刀万剐。见秦阳迟迟没有开口，杜若生觉得此事恐怕不是空穴来风，赶紧闪身到了柳书瑶的旁边，强行斩断了柳书瑶与秦玉堂的这份姻缘，冷声而道：“如果贵宗不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，两宗联姻之事怕是很难进行下去。”